此时你可能正拿着 iPhone 翻墙看着我这期 YouTube 节目，你非常自信用苹果翻墙是安全的，早已甩开了所有监控的视线。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台令你感觉安全的手机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秘密？2013年3月15日夜，中国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现场灯火璀璨，却上演了一场苹果公司始料未及的公开处刑。当晚节目对 iPhone 售后服务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曝光，一时间中国媒体群起而攻之，网络上掀起人民群众空前的声讨苹果的浪潮。更魔幻的是，很多微博大 V 在同一时间发布了几乎同步的批评帖文。最搞的是，台湾艺人何润东的一条微博甚至末尾露出了大概8点20发的字样。原来这些明星早已领了任务，在规定时间、规定话题，一起向 Apple 发射子弹。这一拙劣的导演事故瞬间暴露了这场围剿是多么的有组织有预谋。网友们将这群听命于央视的明星戏称为8点20的。一时间，请在8点20发的话题成为笑柄满天飞，令央视和参与炒作的明星颜面扫地。不过苹果可没觉得这有多逗，一上来就掉进地狱级别的舆论泥潭。一场精心排练的围剿大戏，已经把这个全球最豪的科技公司扔上了中国民众的审判席。CCTV 的指控听起来义正言辞，他们说苹果公司歧视中国消费者，在国外 iPhone 坏了能整机换新或用上全新零件，可在中国消费者拿到的却是翻新货，甚至连后盖都不换，维修后保修期也不从头算起。远在硅谷的苹果高管们挠挠头，有些困惑又有点不屑。我们的保修政策全球统一的呀，中国应该也没例外啊。于是他们公开否认指控，澄清苹果在中国的政策和美国世界各地几乎一模一样，还傲娇地补一句，苹果提供的可是无与伦比的用户体验。无与伦比这4个字简直武则天守寡，失去理智。苹果犯了大忌，试图用事实和逻辑去怼一场政治大戏。在中国官场，这叫不识时务。陷阱瞬间收紧，一场数字闪电战拉开帷幕。中共宣传机器火力全开，对苹果发起数周围攻。各大官媒齐刷刷上阵，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怒吼，打掉苹果无与伦比的傲慢，直接把苹果化成剥削中国消费者的洋鬼子。字里行间透着杀气，如果冒犯中国消费者没风险还能省成本，何乐而不为呢？哎，那个谁，你来一下。书记，您指示。沪宁啊，今天开会说的那个命令都落实了吧？我刚刚都比对过了，名单上的基本都发了。基本是什么意思？那个王志安同志没发，现在还联系不上。早上会上刚表扬了他，这么重要的事就给忘了，我看他是欠收拾了。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什么事耽误了，我给他再打几个电话。行吧。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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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他不是不想发吧？哎，他不能是对这个方案有意见吧？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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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嘞。他应该不是对这一个方案有意见，他是对发方案的人有意见吧？哎，我好像忘了个什么事。他以前也没啥意见啊。我昨天刚当总书记，今天让他办点事儿就不办，他是对我有意见。对，想起来了，今天吃了点好的还没发呢，我得赶紧发个微博去。明白了，他肯定是对我有意见。我等于党等于国，他对党国有意见。他叛国了。书记，他还是不接电话。我想明白了，王志安叛国了。发生什么事了？这哪里是消费者纠纷，分明是一封政治敲诈信，明摆着告诉你，你苹果的好日子是中国人赏的，要是敢得罪我们中国人，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夜之间，苹果态度傲慢的舆论如潮水般涌来，公司名声扫地， iPhone 销量直线下坠。那么这场精心策划的公开审判，难道真是为了区区的保修政策吗？当然不是。让我们来看看时间线。3月14日，习近平正式就职国家主席。3月15日，对苹果的围剿立刻开演。这哪是巧合，分明是一场政治祭典。新皇登基，总得杀鸡儆猴，立威天下。还有啥能比当众驯服全球最牛的外国公司更拉风的？对苹果的讨伐，不光是敲打苹果，更是给所有在华跨国企业发信号，那就是胡锦涛时代那种不折腾、监管松散的闷声发财日子结束了。今天圣上上位，规矩得改，在这儿挣钱得学会跪着挣。苹果被拉出来示众，羞辱
正是一场巩固习近平权威的献祭典礼。在这种高压下，仅仅18天后，一向冷静的运营大神苹果 CEO 蒂姆·库克不得不低头。他以个人名义在苹果中国官网发了一封中文写的公开道歉信，表达诚挚的歉意和对中国无比的尊重，承认沟通不足让外界觉得苹果傲慢，还宣布推出比美国消费者更好的新保修政策。这信的语气卑微的像出自苦窑，一场公开的认罪加效忠仪式就这么落幕。这一出对苹果来说就像梦醒时分，315晚会事件成了苹果在华路上的分水岭。库克和他的团队猛然醒悟，苹果已深度依赖这个市场，却对这里的政治和政策环境一无所知，这种无知非常危险。回想前10年，苹果在中国如鱼得水，业绩狂飙，仿佛挖到13亿人口的金矿。2009年在中国营收还不起眼，到2012年暴增近30倍，占全球收入15%。这夸张的成功，说白了是赶上中国消费升级的东风，并非苹果多懂本地玩法。苹果一边疯狂卖货捞金，一边靠富士康等台湾伙伴埋头生产，对中国政府态度有点自以为是，觉得能创造就业岗位，能缴够税就够了，不用管政治。结果2013年养肥了再杀的剧本准时上演，北京让苹果明白，你赚了这么多，总该识趣的回馈点给党国吧。我要洋人词，向英吉利国宣战，向美利坚国宣战，向法兰西国宣战，向德意志国宣战，向总书记，大晚上的咱别吹牛逼了，昨天咱才刚登基。我不管，我就要洋人死。好，死，乖哟，不闹。那咱先找个软柿子捏。谁软？苹果软。要搞懂苹果跟中共这俩怎么混到如今狼狈为奸的份上，得从他们刚谈恋爱那会儿说起。2004年到2007年，苹果忽然瞄上中国这块制造业的肥肉，劳动力贱得像不要钱，政府到处建工业园，还产能无限续杯。苹果的组装线就这么悄咪咪地溜进大陆，先是试水小打小闹的代工，到后来所有产品都离不开 Made in China 的标签。2004年，苹果就找上台湾鸿海精密，也就是富士康的妈，把 iPod 的组装扔到深圳工厂去。那时候富士康还只是个小作坊，员工几千人，结果借着苹果的订单，一口气膨胀到上百万工人，成了全球电子代工界的扛把子。2007年首款 iPhone 问世时，组装的活儿全在大陆干。到2010年，苹果在中国攒了200多家供应商，政府不光帮着修路、建电站，甚至连员工宿舍和厂房的大部分，政府都砸钱给他们盖了，让他们的日产量达到50万部 iPhone， 简直是生产狂欢节。当年那帮硅谷牛仔估计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这全球化骚操作，日后会被人吐槽成为给中国建了个电子界的黄埔军校。苹果可不是随便扔订单给中国厂子完事，他从头就派了成群的工程师、设计师驻扎车间，传授高精尖工艺和管理秘籍，生生把本地供应商从土包子拉扯成国际大佬。中国的立讯精密本来是小透明，靠苹果的精密连接器订单偷师了技术，现在连 AirPods 都敢抢台湾富士康的饭碗。苹果图的是速战速决的最牛生产，不惜把家底儿都抖落给中国的穷哥们儿。像 CNC 精密加工那种的铝合金机身加工工艺，直接就交给供应商。地方政府呢，笑脸相迎，还倒贴补贴和地皮，让这些苹果生产链上的企业膨胀得像气球。结果呢，2004到2007年，苹果靠中国把 iPod 的成本从每台150刀砍到100刀以下，销量从几百万蹦到了上亿，出口全球，顺风顺水。说白了，前10几年里，苹果跟中国官厂和供应商玩的是一场心知肚明的猫鼠游戏。苹果捞到独步天下的低价和大规模的生产，中国则顺手牵羊吸走技术、钱袋子和运营套路，养出一支工业铁军，可谓是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然而，伴随着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中国的政治经济风向突变，昔日那种闷声发大财的黄金年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压且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管控模式。习政府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口号，誓言要让中国成为科技领域的领军者，不再仰人鼻息。对外资巨头来说，这传递了一个信号：光在中国赚钱，而且不需要付出代价的合作方式行不通了。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苹果首当其冲。除了前面提到的315曝光事件，后续几年里各种的明枪暗箭也没少对准苹果发难。有时候一纸监管新规就让苹果措手不及，比如要求手机预装指定应用，用户数据必须存本地等等。
有时候则是利用媒体舆论对苹果施压敲打。这一系列组合拳让苹果高层逐渐认识到，要继续在中国混，就得学会政治站队和利益交换。天真的年代结束了，接下来是站队表忠心的年代。小库啊，来了。嘿嘿嘿，书记，这不是过节吗？我来看看你。今天过节啊？过呀，您看您这公事繁忙忘了。那你看完了，回去吧，普普那边等着你回去吃饭呢。总书记，我和川普也不熟，我也不打扰您，给您放这儿就走，咱过节图个喜庆嘛。别，拿走，那这是干什么？行，明白，书记，这东西是有点扎眼，嘿嘿嘿，东西我拿走，不让您为难，这我一点心意。哎，你这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书记，就意思。你这可就没意思了，我们党是有纪律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这是给你的吗？这是过节给孩子的。嘿，行，有时间来吃饭。库克在315危机后的表现可以说是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公关投降。然而苹果明白，光嘴上服软还不够，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来重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于是在道歉风波后的几年里，苹果开始了一系列以前从未做过的中国特色操作，以证明自己是懂事的商业伙伴。首先，苹果悄然组建了一支由8员大将组成的精英团队，被内部戏称为8人帮。这8位成员横跨苹果业务的各个关键领域，他们被派驻中国，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帮苹果在中国搞关系、讲故事。8人帮的领军人物罗里·塞克斯顿，这位库克苹果内部最亲密的队友，更是直接常驻上海，成为苹果大中华区事实上的总负责人。可以说，苹果痛定思痛，认识到过去根本没有认真经营应对政府关系的战略，这次干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专门找人来摸清和中国政府相处的门道。8人帮的首要任务就是想明白并且讲清楚苹果为什么对中国有益这个故事，苹果为中国带来了什么贡献，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和投资，如何帮助中国科技进步等等。过去这些年，苹果埋头数钱，对这种政治正确叙事几乎零准备，如今不得不临时补课。在8人帮和政府事务团队的悉心打造下，苹果很快学会了一套全新的官话腔调。他们开始在公开场合大谈特谈自己如何支持中国发展，助力中国创新，语气拿捏的跟官方发言一般无二。到了2015年前后，苹果更是向北京递交了一份厚礼。据报道，库克亲自出马，在北京与国家发改委的高层私下会晤时悄然承诺，未来5年将在中国投资高达275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得吓人，几乎是其他跨国公司投资承诺的100倍之多，摆明了就是要让中国政府满意，让苹果在华少受点刁难。当然了，这2750亿美元不全是新增投入，更多是把未来几年苹果在中国既定的各项开支打包成一个天文数字，再冠上支持中国发展的名义，统一呈上。对于这份巨额的投名状，库克选择了极低调的处理方式，毕竟那时候特朗普政府正高喊让苹果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换句话说，库克在那个节骨眼上做出的这些举动，堪称是在顶风作案。要是让人抓到他在中南海开发布会大谈投资中国，无异于政治自杀。所以苹果干脆悄悄地递上这份投名状，绝不对外张扬，只求北京高层心领神会。但再精心的隐瞒，也有真相大白的一天。这桩价值2750亿美元的超级大单，最终还是纸包不住火，被媒体曝光了。苹果顶风作案、极力掩饰的努力，到头来东窗事发，秘密彻底曝光于天下。苹果的这份投名状可不止上面的内容，它干脆就把中国大陆的 iCloud 服务器和那把解密的主钥匙一股脑塞进了贵州贵阳的数据中心，由国企云上贵州来托管。这下好了，一切都乖乖落进了中国网络安全法的怀抱，数据本地化，外加随时协助执法。在苹果对外的境外执法指南里写得清清楚楚，公安机关只需要发个函，就能同时拿到备份文件和解密钥匙，再也不用绕弯去美国法院审批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来得痛快。苹果倒是在全球推出了高级数据保护，吹嘘什么端到端加密，可惜小字注明，此功能并非在所有国家或地区都可用。那你猜猜，是哪个国家排除在外？贵州这个机房就成了数据和钥匙的单间双床房，住得这么近，微信聊天记录、照片原图、Safari 浏览史，只要你备份过 iCloud， 这些隐私就可能在行政命令的驱使下，完完整整的打包送上门。这可不是什么理论上可能，早就有公开的先例摆在那儿。
我们就看苹果2023年上半年的透明度报告，短短6个月，中国大陆执法部门就扔给苹果997份设备查询和104份账户数据请求。苹果呢，在93%的设备案和65%的账户案中，都乖乖提供了信息，其中还包括8起直接移交账户内容的案例。更早的《纽约时报》调查爆料，贵州数据中心一落成，苹果就向中国政府完整交付了至少9个 iCloud 账户的备份，还在本地设了个专属的执法取证邮箱，加速操作流程。想想看，有关部门随时能通过云上贵州指导你手机里的生活全貌，昨晚的藏在相册的逛过的页等等等等，这才是苹果真正递给北京的投名状。你呢？对你还在用着的 iPhone 还感觉安全吗？不过相比较来说，比隔壁的安卓好像还行，至少获取你的信息，苹果还需要走个法律途径。苹果靠着真金白银和低三下四的姿态，总算在中国官场上讨来几张笑脸。那些曾经把苹果当成横行霸道的洋鬼子，恨不得一脚踹出中国的人，现在摇身一变，嘴巴里全是赞歌，苹果对中国科技圈有贡献，超级合作。库克更是像明星似的，在中国论坛和大学里刷屏，吐出一堆让北京心花怒放的甜言蜜语。比如那次大张旗鼓的演讲，他一本正经地把苹果和中国描绘成共同成长的亲兄弟，大家绑在一根绳上，一起荣辱与共。库克显然是摸透了门道，他得让中共觉得苹果不是来吸血的侵略者，而是种在自家后院里的那棵摇钱树，值得捧着护着当成自己人供起来。这套把戏短期内还真管用，至少到今天苹果在中国过得顺风顺水，没再挨像315晚会那种全中国围观的群殴。说白了，库克就是用钱堆出个堡垒，再摆出奴才像，换来一张勉强能用的免死金牌。但谁知道这玩意儿能管多久呢？你别看现在表面上风平浪静的，背后却早就暗潮汹涌了。早年的苹果还死死攥着供应链的牛鼻子，那这几年呢，局面被彻底翻盘，中国的供应链反客为主，开始驯服这头美国猛兽。这里得甩出一个狠词，红色供应链。这是我在看这个台湾油管节目的时候学的新词，指的就是在中国政府撒钱撒资源扶持下杀出来的大陆本土供应商和代工厂。他们像饿狼一样，一口一口蚕食掉苹果的台湾老供应商的订单，摇身变成产业链里的新的巨头。还记得富士康那些老江湖吗？往上倒个10年，他们给苹果攒家底，攒得盆满钵满。可如今随着中国政策一边倒，本土公司玩命追赶，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像在夹缝里求生。一位富士康前高管苦笑连连的吐槽，他说，现在对台湾厂商来说，水龙头正被拧紧，而大陆厂商呢，国家资金和资源像开了闸的洪水，哗哗的直冲。结果显而易见，苹果每年亮出的供应商名单上，中国公司的影子越来越密。2012年前200大供应商里，大陆企业才16家，2019年就暴增到了41家，第一次干翻了台湾的供应商。到2021年，大陆供应商窜到51家，这时候就已经把当年那些台资企业都给甩在身后，霸占了全球第一。而且这还只是数量，要是从体量上来说，大陆工厂简直就可以说是怪物级别的。同是苹果供应链，越南那边10几家供应商加一块才几万人规模，而中国深圳一家伯恩光学，它是专给苹果磨玻璃面板的，光它一家厂就有7万多壮丁。现如今，中国的这些供应链巨兽正野蛮重塑苹果的生产帝国地图，谁都不知道下一个转弯苹果还能不能喘口气。目前所谓苹果红色供应链中有4大天王：立讯精密、蓝思科技、歌尔股份、文泰科技。这几家纯正大陆血统的公司，他们从零起步，在短短几年内的营收就翻了几番。2015年，他们总收入约60亿美元，2020年已飙升至25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就能突破520亿美元。而这巨额增长几乎全仰仗苹果订单的喂养。苹果主动将不少原本由富士康、和硕、广达等台企执行的业务转给了这些大陆公司。就拿立讯精密来说，它是承接了 AirPods 的装配，然后大赚特赚，发家致富。歌尔则成了主要的无线耳机代工企业之一，文泰拿下了部分 MacBook 和 Mac mini 的生产，蓝思更是垄断了苹果设备的玻璃盖板供应。苹果这一轮供应链调整，表面上是为了降低成本，培养更多产能，但在产业观察者看来，何尝没有中国官方力量在背后的推手呢？中国制造2025规划早已明言，要在关键产业链上实现自主可控。那些有经验的人都清楚，如果一家外企供应商在中国没背景的话，他是拿不到补贴和批文的，他的成本根本干不过拿政府支持的本土竞赛者。苹果也不是故意要政治站队，但在2010年代中后期全球智能机增长见顶，苹果自身利润受到压力的情况下，
更廉价的大陆供应商显然就是香饽饽。于是两方一拍即合，苹果帮助培养出了这几头红色巨兽，而这些巨兽反过来进一步挤压老伙伴的生存空间。富士康对此感受最直接。曾几何时，富士康是无人可替代的苹果御用工厂，但如今他发现自己也要喝点汤，吃点残羹冷炙了。苹果的新项目开始越过富士康，交给年轻力壮、不要命砸钱的大陆同行。富士康的股价2年跌去一半，水里闻到了血腥味。大家看，连富士康这样的巨头都不得不降维竞争，削价求订单，那可想而知苹果的供应链生态已发生了多大变化。对于北京来说，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也就是供应链的主导权正逐渐转移到我们自己人手中。苹果这时候再想抽身就更难了。苹果方面倒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有些打鼓，毕竟新崛起的大陆供应商不一定像过去台企那样只顾赚钱，他们的背后站着国家意志，在必要时完全可能执行政治任务。但现实是，苹果已经把鸡蛋几乎全放在中国这一个篮子里，除了硬着头皮把合作进行下去，别无他法。正如有评论指出的，苹果其实是在梦游中把自己锁进了一个新现实，就是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它有可能每年生产几亿台 iPhone 的地方，而参与制造的企业越来越多都是中国自己的公司。苹果曾吹嘘要全球多元化制造，但事实是它的电子帝国正越发中国化，这就有点像那个温水煮青蛙。苹果踏踏实实帮中国建成了一套强大的本土供应链体系，自己反而越来越依赖这个体系而无法脱身。说到这儿，屏幕前的你肯定会想，苹果当年一头扎进中国建厂，不是自己开门请狼进来，活该倒霉吗？但是从生意场上来看，苹果当年可不是二傻子啊。那时候选中国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狠赚一笔。但是现在拉长了看这场大棋，中国玩的是真溜啊，抓住苹果的鼠目寸光和见钱眼开，硬是把自家产业拱上天，顺带让苹果骑虎难下。这种局面让不少西方看客直替苹果捏把冷汗。万一哪天北京为了政治算盘逼苹果必须用本土货或者封杀它跟别国勾搭，苹果还有个毛的反抗本钱啊！更甭提那些在中国攒出来的苹果产品本身就藏着炸弹，比如说是供应链本土化啊，还有什么搞点后门植入啊，数据偷摸泄露啥的，这些都是轻而易举。这就好比苹果把命根子扔给一个阴晴不定的地主老财管着，这老财平时对你笑眯眯，让你发大财，可真要翻脸不认人，你就是扎克伯格开公司，非死不可。不过说到苹果对中国低头的把戏，可不是光耍耍嘴皮子、摆摆姿态那么简单，人家也是下了功夫的。这2年最刺眼的闹剧，莫过于苹果和长江存储的那段暧昧纠缠。长江存储是中国政府砸下重金的闪存芯片宝贝，被美国议员们视作红色炸弹，威胁国家安全的典型。可苹果呢？这 iPhone 闪存的大胃王一贯死死抱住韩日供应商的大腿不放，结果2022年突然传出苹果在打长江存储的主意，先塞进中国版 iPhone 里，未来还想大张旗鼓扩大使用范围。这一出瞬间炸翻了美国政界，几位参议员联名炮轰，厉声警告苹果别自掘坟墓，指着库克鼻子骂，明知长江存储是中共操控的，你还敢勾搭？这就是白送尖端技术，帮中国实现国家野心。你要是敢一意孤行，美国政府会给你来场史无前例的严查。狂风骤雨下，苹果灰头土脸，赶紧宣布暂停合作计划。没多久，美国商务部一锤定音，把长江存储扔进出口管制黑名单，彻底剪断它吸食美国技术的脐带。表面看，这是美国政客对苹果的围追堵截，深挖下去，却暴露了苹果在中美国际夹缝里的狼狈。一步错就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一边是中国政府巴不得苹果多啃国产零部件，长江存储这种国之骄子更是梦寐以求，想要挤进供应链，换来国际名片和技术甜头。对北京来说，让 iPhone 装上中国芯，那象征意义大得吓人。这就证明苹果在关键部件上离不开中国，以后更得乖乖的了。另一边，美国政府和两党政客对这种中美高科技的亲密接触更是敌意滔天，他们怕苹果一合作，就等于帮中共半导体产业开挂升级，还埋下安全定时炸弹。苹果自己呢？据业内八卦，本来图长江存储便宜，报价比日韩低20%，外加想再卖个人情给北京，在贸易战的硝烟里表态，我们支持中国高科技。这不又是一出两头讨好的把戏，既省钱又给面子。可地缘政治的铁拳从来不讲情面，苹果在钢丝上跳舞，稍一晃神就两边不是人。长江存储这事儿被美国人一棒子打死，苹果也只好认栽。但北京那边呢，对苹果没顶住，没用国产芯片，肯定窝着火，日后少不了其他方式敲打。苹果内部恐怕郁闷的想吐血。在美帝，他因和中国走太近被扣通共帽子；在中国，他稍不卖力又被指责不够爱国。这简直是红姐拍视频左右为难。
这种身不由己的尴尬，全拜多年过度依赖中国所赐。现在的苹果像骑在两头狂奔的猛兽背上，一边是市场和供应链的巨龙中国，一边是制度和舆论的巨兽美国，谁都惹不起，谁都甩不掉，只能苦哈哈维持平衡。库克半夜惊醒时，肯定会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么死赖在中国？但商业的甜头从来是裹着毒的蜜糖。苹果吃饱了中国市场和制造的红利，如今想借门都没有。要知道，中国政府可是最擅长拿捏你的软肋。你们这些人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2015年是你吧？长江存储也是你吧？给我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个普通生意人。好啊，你和平平社区，看他给不给你机会。那就是要我死。对不起，我是美国的总统。那我回中国喽。节目的最后，我们回看苹果与中共走过的这些年，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形象的比喻：苹果如今就像一个被钉在墙上的奢侈品，它本是高高在上的全球公司，现在却被迫挂在那里，供人观赏，又不得自由行动。中共需要它这件奢侈品来证明中国依然对外开放，依然是全球商业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中共也绝不会真的让这个贵重人质逃离自己的掌控。苹果呢，表面看来仍旧风光无量，每年能在中国卖出上亿台 iPhone， 赚取巨额利润，但他内心清楚，自己的未来早已与这个威权政权牢牢绑在一起，想抽身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一本详尽解析苹果在华经营的书中所言，如果没有中国，苹果就不会有今天。但是更引人深思的是，没有苹果，中国今天的成就也将大打折扣。苹果这些年在中国的投资和耕耘堪称惊人，从培训了数以千万计的产业工人，到每年投入数百亿美元采购零部件和设备，可以说中国利用苹果完成了一次跨越式的产业升级和技术积累，而苹果也借中国之力登顶了市值之王。然而，这种看似双赢的捆绑关系中，隐藏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苹果追求的是利润和全球市场份额，而中共追求的是政治安全和对经济的掌控。在蜜月期，一切冲突都被高速增长的蛋糕所掩盖。可当增长放缓，国际形势生变时，苹果和中共的利益差异就会凸显出来。近几年贸易战、疫情、供应链重组这些风波，早就已经让苹果尝到不止一次的苦头。中共对苹果也不是毫无戒心的，滴滴事件就是前车之鉴。2016年，苹果花钱买了滴滴的人情，但2021年滴滴不听话，执意赴美上市后，北京立即祭出雷霆手段，网络安全审查、App 下架、罚款整肃，一夜之间，滴滴元气大伤，股价暴跌80%。苹果作为滴滴的大股东之一，表面上没受牵连，但是显然目睹了一场杀鸡儆猴的戏码，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中共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包括苹果在内的投资者，在中国做生意，永远不要妄想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苹果虽然幸运地躲过一劫，可也从中再次领悟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对于苹果来说，现在最大的噩梦莫过于某一天中美关系彻底破裂，所以苹果如今战战兢兢，最希望的恐怕就是世界维持现状，不要逼他做这种终极选择。因此我们看到了库克每年定期朝拜中南海，同时苹果也加紧在印度、越南等地布局，以备不时之需。只不过那点微不足道的产能，相比中国动辄上百万人的产业集群，实在算是杯水车薪，短期内根本无法撼动中国作为苹果世界工厂的地位。苹果试图用商业手段化解地缘困局，但很可能到头来发现自己早已成为了时代的囚徒。乔布斯有句名言，电脑是人脑的自行车，只不过他大概没想到，自己打造的苹果最后骑上的是一辆已经不归自己掌控的自行车，车牌写着中国，速度飞快，下坡都不刹车的那种。风在耳边呼啸，前面是迷雾，身后是悬崖。苹果一边感受着快感，一边又怕跌下悬崖。你说这是技术的胜利，其实更多的是算计的胜利。苹果和中共的关系，说白了像一场精心策划的相亲，没人是真心的，但是却都舍不得分手。库克明白，习也明白，彼此只是利用，没人幻想天长地久。只是到了今天，这段关系已经绑得太紧，解不开了。苹果离不开中国的流水线和市场，中共也离不开苹果的金字招牌和技术带动。有人觉得这叫双赢，其实不过是各取所需。最难过的可能是像你我这样还幻想着自由世界的普通人，因为你会发现，那个说要改变世界的美国公司正慢慢被世界改变，而那个极权主义的政权居然可以让最自由的企业低下高贵的头。结局会怎样？是奋起反抗，还是越陷越深？历史这本书还在哗哗翻页，
谁也别急着下结论，说不定哪天一个小小的导火索，贸易战升级，数据丑闻爆发，就会点燃这对曾经互舔伤口的搭档，让他们瞬间反目，撕得血肉模糊。可在那之前呢，他们会继续心知肚明的勾肩搭背，假装一切和谐。正如街头那句老话，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就是早晚的事儿。苹果和中国这故事离大结局还远着呢，但每一步都像在赤裸裸验证那条古老的狗血真理：权力和资本本就是西门庆和潘金莲，而我们也在等着历史下一个狗血转折的到来。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很好，库克同志，欢迎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毅同志以后常来，这里就是苹果公司的党支部。别躲了，出来吧，辛苦你了，志安同志，他终于入党了。不入党，他就该入土了。